像赫尔松这样的战略撤退，俄军一共有3次：6月撤离舍岛，9月撤离哈尔科夫，11月撤离赫尔松。俄军这3次的撤军背景都不一样，但是俄军对此的解释出奇的相似，都是战略撤退，或者说俄军有序撤退，乌军仓皇追击。就比如这次赫尔松撤退，俄军给出的解释就是战略撤退，离开就是为了永远回来。好家伙，强行不亏，损失是半点都不提。按照俄军撤军的频率，那到1月的时候，是不是就要撤出顿巴斯或者扎波罗热了？然后再来一句战略撤退，为了保证俄罗斯本土的安全。当然，现在的战局扑朔迷离，谁也没办法看清战争的走向。这期视频咱们还是来聊聊俄军这3次撤军的原因，有没有战略上的改变？俄军撤出科尔松之后，克里米亚怎么办？舍岛在乌俄战争中也算是一处战略要地。对于乌克兰而言，北约可以通过罗马尼亚的陆地和海上运输给乌克兰运送武器。同时，舍岛还是克里米亚地区的防空前哨，谁控制舍岛，就可以控制乌克兰南部的水面，并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乌南地区的空中局势。所以，乌俄战争爆发当天，俄罗斯就直接占领了舍岛。就算是没有拿下敖德萨，也切断了乌克兰的海上贸易通道。同时还能捍卫克里米亚领空，可谓是一举两得。只是剧本并没有按俄罗斯想的来，舍岛面积太小了，易守难攻，驻扎的部队也就是以连队为单位，补给也是全靠外来，守岛的难度很大。乌克兰也明白这个道理，从2月到6月，围绕舍岛的冲突就没断过。乌军的火箭炮、无人机齐上阵，俄军的军舰都被揍了一遍。莫斯科号被击沉之后，乌军就表示是驻守舍岛的边防部队干的。眼看损失越来越大，俄军撑不住了，到6月30号宣布从舍岛撤军，还给出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，给联合国一个面子，开通人道主义通道，让乌克兰的运粮船可以出海。当然，火力军是不相信俄军守了4个月的舍岛，说不要就不要。撤离的原因其实只有一个，黑海舰队遭到重创，没办法再守了。就跟乌克兰的说法一样，乌军对舍岛地区的俄军发动大规模空袭和炮击之后，俄军伤亡惨重，不得已撤离舍岛。至于给联合国面子，那也是给自己台阶下。俄军没有按照计划拿下敖德萨，那么舍岛的战略意义其实并不大，留着就是一块鸡肋，还浪费资源。毕竟北约的援助还是进入了乌克兰，至于克里米亚，当时的乌军还没有能力触及到，估计俄军也没想到乌俄战争会发展成这个样子。至于9月份的哈尔科夫撤军，那就是彻头彻尾的失败，没得洗的内容。小卡也直接在抖音上批评当时的指挥官拉平，说他只能当一个列兵。后来拉平也的确被撤职，换上了苏洛维金。俄军9月份的哈尔科夫撤军，也是因为知道自己打不过，选择赶紧跑，避避风头。当时乌俄战争打了200天，俄军人没了，武器弹药也缺，乌军还是全线作战。在人员不足的情况下，俄军无论怎么守都没用，毕竟现代战争靠的是情报。乌军光复哈尔科夫，美国要占1半的功劳，为乌军提供了情报支援。乌军对俄军战略间隙以及重要目标有比较清晰的认知，俄罗斯军队的弱点在哪儿一清二楚。随后绕过俄军的设防区，然后集中兵力攻击防御薄弱的地方。可能乌军本来的打算就是着重南部的赫尔松，但是看到乌东地区防守薄弱后，也不客气，直接暴揍俄军。加上乌军的装备已经北约化，在反攻哈尔科夫时，乌军用的就是现代化的机动作战。俄军还是那老一套，大炮优先，自然是赢不了。所以反攻刚开始，乌军就一连夺回了伊久姆、库皮扬斯克等多个重镇，俄军则是兵败如山倒，一路往后跑，还丢了一路的装备。乌军在打扫战场的时候，发现了很多俄军遗留的装备，而且弹药库里面的炮弹都没运走，这不是仓促撤离还是什么？俄军还能刻意给乌克兰留点炮弹，让他们炸自己？还有亲俄人士说，跟3月底俄军从基辅撤军差不多，这怎么可能一样？俄军从基辅撤退，那是兵力不够，俄军自知拿不下基辅，就把重点进攻对象换成了乌东地区。也就是说，从基辅撤退的时候，俄军就是占优势的。
哈尔科夫撤军的情况则是完全不同，而且俄罗斯的官方人员也是硬着头皮乱说，表示俄军从哈尔科夫撤退是为了加强顿巴斯的防御，拿结果当原因也是没谁了。俄军这个时候不去顿巴斯加强防线还能干嘛？举白旗投降吗？如果哈尔科夫撤军的情况跟赫尔松差不多，火力军或许还会相信这个理由。11月的赫尔松撤军，俄罗斯确实是经过周密安排的。当俄罗斯公布从赫尔松撤出去的时候，估计大部队都已经撤离了。走了之后，也没有给乌军留武器装备。而且俄军撤退的时候，连泽总都不太相信。虽然乌军在赫尔松地区有很大的进展，但俄军还有一定的战力，所以泽总刚看到俄军要撤离的时候，都怀疑俄罗斯是不是要埋伏自己，直到拿下赫尔松时，这才相信俄军是真跑了。不过俄军怎么撤出去的不知道，上有美国的卫星，北约的空中侦察，地面有乌克兰军队的炮火包围。俄罗斯用什么方法将3万多名士兵以及5000多件武器装备从赫尔松转移至第聂伯河左岸的？具体细节暂时不清楚，但是火力军猜测，俄罗斯应该是把士兵假扮成赫尔松的居民，从赫尔松城区撤出去的。毕竟俄罗斯很早就开始疏散赫尔松的民众了，前后大概跑了11万的居民，俄军混进去个一大半也不是不可能。至于怎么运武器，以后或许会有细节。但从战场的情况来看，俄军选择从赫尔松出去其实没啥问题。在补给跟不上，兵力不足，乌军武器又占据明显优势的情况下，不撤就是等死。有趣的是，俄军撤离之后，俄罗斯还表明了主权问题，说赫尔松的主权概念还在俄罗斯这边，有点无能狂吠那味儿了。乌克兰夺回赫尔松属于光复领土，怎么到克里姆林宫的嘴里就变成了俄罗斯的领土了？就凭没有被国际认可的入俄公投，在联合国大会的表决中，只有不到5个国家承认乌东4地公投入俄的结果。再说了，就普京那强硬的态度，真把赫尔松当作自己的领土，就不会选择撤退。在乌克兰收回赫尔松市的节骨眼下，克里姆林宫跳出来刷存在感，扬言赫尔松是俄罗斯领土，或多或少都有点心虚。当然，俄军的撤军不止这3个，俄军在其他地区的撤军也欧，比如基辅撤离、伊久姆、莱曼撤退之类的。算下来，俄军开战大半年已经有8次撤退，丢掉了超过一半的控制区。主要写这3次是因为有代表性。从这3次的撤离情况来看，俄军的战略确实有了一定改变。当然，从结果上看，俄军的这3次撤军都属于是没法打了才不得已撤军，但蛇岛与哈尔科夫都属于是被动撤军，也就是不撤军不行了。而赫尔松则是主动撤军。俄军在赫尔松还有3万的士兵，如果据城固守，还是能坚持一段时间的。但俄军没有选择主动撤军，保留一定的实力。毕竟对于俄罗斯而言，赫尔松地区的跨河补给绝对跟不上战场上的巨大损耗，与其死守，不如后撤保存实力。而且对于现在的俄罗斯来讲，战场上的胜利并不重要，就算是俄军突然爆种，在战场上能打赢这场持久战，但是在战场之外，俄罗斯还是惨败。美国要的就是最大限度消耗俄罗斯，现在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普京最好的选择即是暂时抛开战场的输赢，让冲突维持在一个低烈度的状态，同时将损失降到最低，也就是抛弃赫尔松。当然，平心而论，赫尔松这地方无论是乌军还是俄军都没有办法是一口吞，毕竟战场多变，一不小心就是大反转。这就要聊到一个问题，为了防止乌军追击到左岸，俄军把安东诺夫斯基大桥炸断了，乌军这就要面临一个选择，是否渡河。如果乌军选择强渡，那么俄军现在面临的后勤问题就要来到乌克兰这边了。估计俄军是铁了心，短期不会回到第聂伯河右岸地区，才会做得这么彻底，目的就是把赫尔松战场变成军事后勤战。乌军炸桥后，俄军这几个月守得很辛苦的，隔着第聂伯河，补给人员输送只能通过船只、运输机，空运不现实，光运输成本就高得吓人，还不说乌克兰布置的防空系统。不过赫尔松地区的乌军有海马斯加卫星加星链，战争的走向大概率不会像俄罗斯像的这样，
俄罗斯撤退确实保存了战力，但说是离开是为了永久的回来，那就是在胡说了。如果美国进一步提供高精度射得远的装备，或者乌军使用海马斯精确轰炸左岸俄军的防御基地，说不准俄军会再度撤离。当然，这点乌克兰肯定比火力军看得更清楚。现在乌军的海马斯已经在第聂伯河左岸开始狂轰滥炸了。俄军战场战线对乌军单向透明，只要俄军暴露，那就是一炮解决的事儿。还有人说冬天对俄罗斯友好，东将军一来，两边都得划江而治。都已经11月了，做梦也该醒了。河面结冰之后，俄军装甲车能安稳渡过第聂伯河是有一个前提的，那就是俄军的装备还在，或者说能顶住乌军的狂轰滥炸。如果在这段时间里俄军没顶住，损失了全部重装备，现在只有挨炸的份儿，这种军队还指望划江而治啊？能活着熬过今年冬天都算优秀了。不过不管俄军的说法如何，撤军的事实是改变不了的。俄军撤离赫尔松虽然保住了赫尔松的士兵，但是克里米亚与扎波罗热的压力就大了。对于乌军来说，拿下赫尔松，向南打到克里米亚半岛，向东可以切断扎波罗热与克里米亚半岛的联系，对乌东俄军实行合围，让其处于被两面夹击当中。当然了，乌军在没有完全占据赫尔松的情况下，或者说公投4地还没有彻底拿下来的时候，大概率不会对克里米亚有想法。为了避免俄罗斯狗急跳墙，克里米亚之战肯定是乌俄最后一战。乌军当前的重点应该是扎波罗热、亚速海以及黑海的控制权上。总的来说，俄军从赫尔松撤离是当下最优的选择，毕竟36计走为上策。但对于整体的局势而言，这是俄罗斯前线的又一次溃败。扎波罗热或者是解放赫尔松州全境会是乌军的下一个目标。火力军预言一波，再过1个月，赫尔松左岸也会被乌军夺回。明年1月份，俄军宣布从扎波罗热战略性撤军，加强顿巴斯的防御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。各位觉得乌军下一个重点是扎波罗热，还是趁热打铁，一举拿下赫尔松州？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。如果视频内容有不对的地方，各位也可以在下方留言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